大家来到拜托 ATM， 大家好，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，我是乡里 Sandra， 是我们的未来银行呢，在 TVBS 未来银行每天晚上8点举办现金回馈活动，只要通过一次考验，就可以把高额奖金变现带回家啦。今天主题是打造快乐健康的体质，欢迎5位快乐宝宝，宝宝们，哇，讲健康哦。哦首先介绍知名节目艺人哦，也是主持人苏子成，你好。嗨，子成，子成非常健康，他的钢管舞、他的热舞，还有是啦啦队的队长。哦，他这个瘦其实是有肌肉的，哎，他是有练的。接下来介绍许兰芳，嗨呀，性爱也是健康的一种学生啊。家最喜欢的，喜欢听他讲话。今天也是有出了新书哦，性爱之外，来，要给哇，有照片吗？现在就是在讲，除了it's more than just 性爱之外，对，就是性爱之外，我觉得大家有时候性跟爱都会分得很开。那这本里面呢，除了大家平常会想要知道的，就是多长啊、多快啊，还有几种快乐啊，男生女生谁是圣人等等的。然后这一次还多了就是避孕跟怎么样怀孕。还有怎么生男生女，怎么吃？对，好，这是一本教学之书了啊。是。来，唐崇生你好，崇哥，又见面啦！话剧之王啊，对，舞台剧之王。由他来讲，快乐健康体质是很适合的，因为他最快乐就是在台上演的时候呢，观众掌声如雷，欢笑雷声不断。那是心中的快乐，对不对？成就感。我看他演舞台剧真的强到爆炸，之王啊！是。做快乐的事情，自然就快乐了。对。然后身体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常保持运动，然后就是抢时间运动吧。像我现在，我是各种球类啊。篮球、排球、棒球、羽毛球、高尔夫球，我都有不同的群组，然后他们有不同的时间，然后我只要今天我比方录完影，突然有空就去了，我就看今天晚上有棒球、有篮球什么，我就去这样参加，加入一下这样。对，好，接下来要介绍这位是 Kiki， 他本身是个活动主持人，然后他很特别，他说全家一起吃花粉，花粉怎么吃啊？不是因为就是我老公最近真的是各种毛病啊，什么鼻炎、鼻窦炎、中耳炎都一次来，然后就发现如果要让自己健康的话，老公也要健康，不然轮到他带小孩就在那边给我装病装死，然后我就觉得啊，就全部我一个人要照顾，本来是2个儿子变三个男的都要照顾，对，然后所以我就会买那个比较原型食物的营养品，像花粉，它是有自然的 B 群。所以它不是一个什么被浓缩啊，或者加工加赋形剂变成圆形的东西。是。而且就是小孩他吃多了，你也不用担心，它就是一个就像蜂蜜一样是食物，可是又不会像蜂蜜那么甜，因为小孩就会想吃很多嘛。那对花粉过敏的可以吃吗？啊，我真的想讲，这我不知道哎。对，这个对，因为花粉其实它里面很多植化素，那有一些确实会过敏的话，它会写警语，那就不能吃了。对，但它主要是抗氧化，它里面是各种的植化素在里面。接着赖幸福，嗨，大家好，中医减重，对。平常就是冬天呢，像大家会想要吃，食欲变好，所以我都会自己帮自己躺在床上，睡前帮自己买几针，瘦瘦补救。对，你自己怎么买？那买针。可以啊，就看到吗？躺着的时候，大概穴位已经都很熟悉了，就进针，然后留一下，然后差不多大概隔10分钟、20分钟，然后就可以拔掉，就可以好好睡了。来，欢迎魏，来进行第一回合，欢迎我们银行顾问啊，王牌营养师刘怡礼营养师，你好，欢迎。是的，然后进行第一回合，协力夺金。好。协力夺金那种，请向你讲规则。这回合呢，靠的就是团队合作，把奖金堆高。总共有10题，轮流当主导者，但每一题呢只有90秒讨论时间，大家赶快获取共识之后，赶快回答，因为你的奖金1分1秒的会流逝哦。是的，来第一题由苏子成来主导，来主导了。好了，第一题请出题。做这些事很舒压。根据美国健康杂志调查，做下列哪项活动最舒压 ？A. 打毛线 ，B. 做瑜伽 ，D. 钓鱼。请作答。A、B、C 都有了，请开始讨论。我觉得是打毛线呢，因为打毛线它就是一直在重复做一样的事情，然后会舒压吗？一直重复做一样的事情，会让你就是可以，就像打棒球球员要一直嚼烟草或是嚼口香糖一样。好，你可以问别人不同意见。啊，你们都选 B。
B 不是，许兰芳不是，你选 C， 因为我觉得 C 它在里面是最不用动的一件事情。我是用反过来的，因为其实3个都蛮舒压的，只是我用反过来的想法去想。对哦，我觉得那个，因为瑜伽是可以流汗，可以那个解压的。请快选哦。打麻将都是老太太，还有钓鱼。答案是 B。东东选择了多数决做瑜伽，那至于为什么会有打毛线这个选项？之前不是有个那个奥运那个他一直在打毛线，打毛线舒压。对，有新闻。打毛线，准备要比赛，他就觉得打毛线是舒压的。可是我们一般打毛线看的都是老阿嬷、老太太，所以他很放松啊。他哪需要舒压？哦，他是打发时间，对啊，在帮孙子弄一件衣服呢。来，选择是做瑜伽 B 对或错？可惜答错了，真的是毛线，是打毛线哦。其实这个杂志呢，真的有用20项，然后让人们来怎么去看看他们哪些可以减压，就是测他们的心率。因为基本上如果你压力大的话，你心率就会比较快嘛。所以在做这20几项这些活动的时候，心率最低的、降低最多的就是打毛线，它可以把你本来心率降19%这么多。然后钓鱼呢，排名第2，可以降你心率。我们以为的瑜伽其实只排名第15。是哦，就是以心率来说，而且瑜伽有时候你很痛的时候，你还会咚咚咚咚更加激动嘞。对，好，你们接下来许兰芳博士来主导了，请出题。请问，在14世纪的欧洲，乳癌被认为是只有什么职业的女性才会得的病 ？A. 挤牛奶的女工 B. 修女 C. 性工作者。请作答。请作答。哦 ，B 跟 C。没有人选 A， 来，请讨论。就兰芳博士我是自己选 B， 真的。对，那子晨为什么？我觉得可能那个世纪大家民风普遍没有那么开放，就会觉得说你得乳癌或是你有妇科方面的疾病，可能你生活很乱之类的。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的人民可能会有这种思想，对，歧视比较多。对，感觉以前歧视比较多，对，一个对职业歧视。职业歧视，对，好，那我选 C。我的答案是 C。如果有长期做健康检查的性工作者，应该是安全的吧？对，因为我就是想，因为其实大家会想的妇科疾病，因为其实乳癌不在里面。对啊，对，那会想乳癌是通常会觉得是没有结婚的人会有乳癌，但是后来其实并不是说真的是不结婚，不是以结婚这件事情为主，而是排卵的次数。可是这是14世纪，对，是14世纪，就觉得就会医疗知识不普及。我原本也想是不是修女，因为她比较没这方面的一个比较接触，或者是比较压抑啊。对啊，但是那个修女因为是神职人员，我想在那个年代，欧洲是信天主教、基督教，应该不会去对神职人员做这样的一个认知。对，所以反而是那些对于性工作者，哎，是不是因为你有什么特别的不干净？对，什么都指责他们。挤牛奶的女工可能一面挤一面挤，她就喷发了。对吗？不行啊，万一大家都觉得这样就没有人要挤牛奶啦。对，感觉应该是母牛会得乳癌。可是你在排除哎。选择性工作者 C 对或错？可惜答错了，答案就是修女，对不对？你选坚持自己的答案。其实不是说你有没有结婚，是你有没有生育。对，因为呢，你月经周期，你就会刺激你的乳房组织，那就比较有可能增加你乳癌的风险。那一般啊，有结婚的，他通常都会走上生育这条路。那你在怀孕的时候是不会有月经的，但是你月经来的比较少，你得到乳癌的几率其实就会低一些些。没错，所以这个是有科学证实的。所以当时这样想，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。对，14世纪医疗知识就很厉害了。可是当时觉得是这样，然后后来用科学为什么去解释它？来，还是没奖金了。第3题，唐宗盛主导，请出题。加油加油！大笑真的有益健康？请问，根据英国研究指出，大笑能够帮助治疗以下哪一种健康问题 ？A. 痛风 B. 便秘 C. 干眼症。请作答。会解除便秘吗？好，有 B 有 C 哦，要讨论。请开始讨论。又是
那个幸福，因为我刚才想说大笑，大家就觉得哇开心，就会想要排便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现在大笑，你会觉得肛门有点收缩的感觉。所以大家会便秘吗？你的意思是？都说不会排便呢，不会啊，就是那个肛门扩回去就更紧的感觉，更紧反而出不来。对，就会觉得，所以完全，我刚刚也跟你有一样的感觉，所以我的答案是 B 便秘。没有在管的意思，这样就对了，坚持一下。第一个是我们已经试不过猜，对。第二个我是发现，就是说只要笑开心的话，我们肠胃道是第二个大脑，所以是肠胃道蠕动哈，跟肛门收不收缩，就那个便秘应该不是肛门收不收缩的。可是我笑到掉流眼泪，那是吃干眼症吗？你干眼症不笑的已经有眼泪了，有眼轮匝肌就会有一个活动。可是大笑，我刚刚也在想这件事情，但我觉得大笑不一定每个人都笑到掉眼泪。那选择是便秘，对或错？可惜答错了。干眼症，答案是 C。请相信只有一个人的事啊。对，真的每个都是的。你们在干嘛？我们的奖金多少0。天哪！真的是一样是。其实他这个研究是发表在英国的医学期刊，他有大概280几人，然后大概18岁以上到45岁这个年龄层。然后呢，他的其实它里面他把它分2组，那其中这一组呢，他是教他怎么笑，那这个叫笑疗法，就是说他的笑就是说教他们这一组人就是每5分钟里面要笑30次，然后有跟着影片训练，然后1天要笑4次。然后去跟没有笑的这一群人，就是用点眼药水的这一群人，然后去评估他的眼睛的这个就是干眼的这种指数，然后发现说，哎，这一群这是看影片然后训练笑的这种方式，就我刚刚提到一天要笑4次的这一种，那它的效果其实预防这个干眼啊，还有眼睛痒啊，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。所以他们就说笑其实是最好的良药。我觉得这个实验它是已经预设立场，对，他现在时间，如果我们今天像预设便秘。没有用，他改一个实验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晚强便秘的话，他的研究的方法就不会是这样，对，就不会用那么制式的方式。会不会到最后破纪录，没有人拿奖金？天哪，没有人想好玩的。接下来 Kiki 来请出题。想要快乐健康体质，运动当然不能少。请问，研究指出，以下哪类运动对健康最有益 ？A. 有对手胜负的运动 B. 有挥拍动作的运动 C. 需要跳跃的运动。请作答。ABC 都有。要请开始讨论。我觉得是 A， 是因为有胜负就会有一种肾上腺素想要赢的感觉，对，那个会比较激动，然后就会有益健康，尽全力想要完成它。对。肾上腺素对于身体来说其实是不好的，它其实会造成身体容易发炎。对，那你选 C 是觉得跳跃？你看小时候大家对膝盖也不好。对啊，可是它很多老人的运动都会轻微的跳跃，它其实可以刺激膝盖。我们成年人，那蓝方觉得，因为我看到很多老人的运动都是那边拍，或者在那边拍。好，相信自己。对，好，我的答案是 A。有对手胜负的运动，就是有比较很在乎。我想赢这种感觉，好想赢韩国。对，我们现在只想好想赢，好想有，对，好想有一些奖金。选择 A 有对手胜负的运动，对或错？可惜答错，答案是 B 有挥拍的哦。今天真的很难哎，听少数人。是不是蓝方博士今天其实比较多答对的？对，好像是哎。对，其实他们做了很多研究，你就把120万这么大的量体的人来研究一下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，然后75类的活动把它分类，然后对照他们的精神还有身体健康各方面，然后有挥拍的话，它有那种急停，然后还有整个这样，因为你基本上你这样动的时候，你不是只有上半身动你这样动的时候，你下半身还要稳定，但是你跳跃的时候，其实有没有发现你上半身运动到其实就比较少，所以挥拍其实是你全身的这个组织其实都有用到。那所以挥拍运动是第1名哦，能降低47%的死亡率。那大家以为游泳很好，第2名也不错，可以降低20%的死亡率。那第3名是有氧运动。所以我们要放我，等一下一起学打毛线。好。抱团课。我还帮芭比娃娃梳头了。换衣服啦，你最喜欢帮他们换衣服。那是变态的。梳头。还没有半毛钱。你们还有吗？你们想干嘛？从来没有这样子
对了，是不是？待会给出简单一点问题啊，好不好？太高估我们了。可以说不用钱好。你说可以说最近是谁在这个开演唱会在地下道里面？A 周杰伦 ，B 张惠妹，C 阿信，对不对？这不是好了吗？来，请出题。狗狗不同的睡姿也反映它的警戒状态。请问小狗如何睡觉是最放松的姿势 ？A. 趴睡 B. 窝成一团 C. 侧睡。请作答。这样就 A、B、C 三个吹 A、B、C， 这些人都不团结来，请我觉得是趴睡啦，因为这样就是把你的所有的生殖器官就露给别人看。可是我们还是要问，今天趴睡是这样子，趴睡是这样子，你讲是仰睡啊？对，让我改成窝成一团，感觉是很开心的。答案是什么？窝成一团。对。其他的呢？我想问一下许博士，直接问博士。其实我养的是猫，我有养狗哦，我有养狗，对，你有养狗。然后狗如果会把肚子露出来的话，代表它很放松，所以这里面应该只有侧睡才是露肚子，没错，是这样想，直接。所以你选什么 ？C。对，你不是按完就不讲话了？直接是直接 C。好，就侧睡就对了。对，你刚刚讲的侧睡是很放松，侧睡就是这样子啊，肚子会露出来。我相信养狗跟养猫的人，对，其实仰睡是最放松，可是里面没有仰睡，里面没有仰睡。对，狗狗好像有看起来只有侧睡是肚子有跑出来的姿势。趴睡呢？趴睡是完全罩住对，狗狗不是都这样趴睡？那是因为很热，它要去粘那个地板。散热。对，选择的是 C 侧睡，对或错？要对了吧？终于答对了，耶！感谢天博士都没问题。其实你可以看它露出多少肚肚来看它有没有紧你的心哦。那如果它是直接仰睡的话，是最放松的状态。那侧睡也是会露出肚子的。那趴睡呢？如果不是考量到温度的关系，就是它随时准备要行动，所以其实趴睡其实代表它非常的不安。那至于窝成一团的话，它还是会把肚子这样包着，所以那也代表它还没有完全卸下警戒。好，接下来又回到苏子成了，第二轮了，请出题。培养快乐体质从起床开始。请问，根据研究指出，在以下的什么时间起床可以让人的幸福感提升 ？A. 闹钟响了再赖床 B. 闹钟响就起床 C. 闹钟响前就起床。请作答。好 ，A 跟 C， 来，请讨论。我觉得 C 我会比较幸福，对我个人而言，我会觉得说起来了，我睡饱了，闹钟还没到这种感觉，因为前面两个都有点像是闹钟醒了，我不行，我要再赖个床，还很累的感觉，对我来说不是幸福的感觉。对。许兰芳也点头如捣蒜。汤中生呢？我是有过那种，通常闹钟响前我就起床，是没睡好，然后回头又再睡。红灯，答案是 C， 半钟头。没有管楚虫哥啊？不是，因为降到6000多了，再下去变4、5千。为了钱呐。对，他的解说是闹钟响之前他起来了，结果发现还是超时，因为闹钟坏了。天哪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闹钟怎么没响？有人放3个还叫不醒。没有，现在都用手机了，可是有时候会一直按掉，然后还会想说还要重复2分钟后再响。对，有人就因为这样说才放3个闹钟啊。然后另外再放一个他常常按完之后又睡过头，然后第二醒了他又对，来惯性赖床。对，选择 C 对或错？可惜答错，不对，答案是闹钟响了再赖床一下。赖床还是比较开心的。其实他这一题的解释是说，因为他在赖床的当下，我们人体是属于在这个快速动眼期，代表你就是处在有点像是喝醉酒半梦半醒之间，就有点很开心的感觉，然后会增加我们的体内的这种类似幸福荷尔蒙的暴增这样子。那甚至于他这个研究里面还有提醒大家，就是说，当你在面对压力呀，或者是说你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，你也可以选择小睡一下。那小睡一下醒来，虽然不能解决问题，但是你可以释放你的压力之外呢，你还可以更明确做出一些更好的决定。所以他觉得小睡跟稍微赖床一下是有帮助。他才会满足的下来了。对，但是呢，长期过度赖床其实不好的，那一定代表你心中的压力是你不想面对的。所以这个题不是讲长期。
对，下面一题啦，我们现在开始哭吧，只有6000多而已。史上最低收获，史上最低。许兰芳来，请出题。许多人喜欢看别人挤粉刺的影片来舒压，请问原因与下列哪个行为类似 ？A. 捏气泡纸 B. 闻小贝贝 C. 撕手皮抠指甲。请作答。好 ，A 跟 C 来，只有一个 C， 要说服他来，请开始。讨论一下。我已经不相信我自己了。我觉得，那许兰芳是 A。好，那直接改。按啊。按。要按。我的答案。我的答案是 A。对，因为既然大家只要说服他就好了。对。他又说他乱猜了，那你就同和。对，但为什么博士是选 A？因为这2个都是我会做的事情。哦，挤。我很喜欢看挤粉刺的影片，而且会从粉刺看到脓包，然后再看到就是看到就从干的看到湿的，对，看到手术的，对，看到手术，然后把它画出来，还有爆浆出来，有没有挤干净，那个都很真的，可以看3-4个小时哎，3、4个小时，对，就是一直看到就可以，压力感很大，我也觉得这样压力很大。爆浆面包这样，对，然后就是或者就是捏那个气泡，对，泡气泡。像日本不是还有个东西，它做成像挤粉刺，你这样挤，然后它就会有个粉刺这样出来，有个玩具，小朋友的玩具，小朋友对捏这种，然后还可以丢的。小朋友压力有那么大吗？从小就要释放。捏气泡纸，对或错？恭喜答对，终于。其实精神科医师说，有的时候我们会被压力笼罩，会被罩住，我们就很想要突破，所以我们看到任何冲破的那种东西，我们都会很嗨。所以比方说像挤痘痘，它不就有点冲破，然后捏爆气泡纸也有一种冲破的感觉，就是我们冲出了压力。那至于呢，小贝贝它是一个比较抚慰，它可能是气味跟触觉，那抠手这些其实也是比较属于触觉跟痛觉，所以它是不一样的抒压方式。是，来接下来。唐崇盛，该我了，请出题。外国人的快乐好有趣，请问在英文俚语中，形容人很快乐时，会说他快乐的像什么动物 ？A. 蛤蜊 B. 蚯蚓 C. 小猪。请作答。这还有什么好选项的？来，请按吧。唐崇盛，决定了，你们都一样了。是 C 猪。啊，这就是戏来在那边发呆要讨论。蛤蜊跟蚯蚓有表情吗？然后快乐小猪。可是我怎么觉得快乐小猪比较是中文啊？像小猪一样啊。就是有 happy like a pig。Happy like a pig？ 对，有这个印象。印象中，我的印象中，在外国人的动漫里面，好像猪都是飞天的啊，可爱的，很 Q 的，对，很少有杀猪这种事情啊。对，然后《Lion King》里面哦，对，碰吧，对，碰，哦，对，他也是，对，他也是猪，他也是猪，对，Happy like a pig。小猪对或错？可惜答错了。蛤蜊。对，这是有一个俚语哦，像涨潮时的蛤蜊一样快乐，因为大家知道是退潮的时候，大家会去捡蛤蜊，那涨潮的时候，蛤蜊心中就知道自己是安全的，所以有个俚语叫做 as happy as clam at high tide。涨潮的时候，他们是很 happy 的。打开。对，就后来一直到后面呢，就想说，哎，把那个 at high tide 拿掉，所以之后就会有人说 you are as happy as a clam。来，下面一题 ，Kiki 来，请出题。加油！这方面竟然与肠道的顺畅度有关，请问以下哪一项会受肠道内的微生物影响 ？A. 记忆力好坏 B. 性功能高低 C. 情绪好坏。请作答。哇 ，A 跟 C。来 ，Kiki， 请开始讨论。崇哥选 A。对，我觉得是 A， 因为人家说那个胃是我们的第二个大脑。对，然后好像可是他是说这样就可以释放血清素，就是肠道益生菌好了。对，我也是觉得血清素。如果肠胃道没有什么好菌不好的人，会比较容易得忧郁症。那你们也是选 C 嘛？好，我的答案是 C。情绪好坏。性功能高低。
博士这无关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所以意思他可能很常拉肚子，但是他在床上还是很强。不是只要拉完之后就可以。拉完要干净，要干刚刚净。在想说这样子，性功能跟肾脏有关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所以这一题没有关系。糖尿病的人他就没办法。没有，那跟肾脏没有什么关系，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中医的肾跟西医的肾的那个脏是不一样，一个没错有肉字旁，一个没有肉字旁。没错没错。所以说性功能跟什么有关系？跟体力。还有肾亏，不都听到肾亏跟吗？血管好坏有关系。情绪好坏，来对我走。恭喜答对！哦，终于，这一题就没就回来。对，这个其实有一个理论叫做菌肠脑轴理论，菌就是好菌，然后肠子跟脑的理论，这3个其实是绑在一起的。当你的肠道里面的菌是属于好菌比较多的时候呢，你相对的话也会刺激脑袋产生一些多巴胺啊、血清素啊，让你就是心情啊、情绪上面比较好。那甚至有些研究发现呢，当你的体内比较坏菌，比如说大肠杆菌啊，或是那些菌比较多的时候，会使人导致容易产生所谓的忧郁啊，甚至于暴怒啊，这样子就导致情绪不好。所以养菌这件事情是会影响到你的情绪。你的血清素有95%是在肠道里面。是哦，就是说你宿便一堆人不可能脾气太好啦，对，这个概念。真的吗？那我一提啊，就是益生菌到底会不会养成依赖性？很多人都会觉得说，我一直吃益生素，我益生菌，我会哪一天不吃我就没有办法上厕所了？应该不会。其实主要益生菌不是它帮助上厕所这件事情是次要的原因，那它主要是要帮助你肠道里面的这个菌。是产生好菌，那产生好菌这件事情不只有上厕所，其实还可以控制你身体的发炎，还有刚刚提到情绪变好，所以其实它是一系列，甚至于很多研究早期大概有个很有名的研究发现，瘦的人就是他去研究就是胖人跟瘦人，发现瘦的人里面的菌是比较好的，然后他把这个瘦的老鼠啊，就是的里面的菌，把它移植到胖的老鼠里面，然后发现说，胖的老鼠就瘦下来。对，所以瘦跟胖也跟好菌有关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要被污名化，所以很辛苦。你要确定说你真的每天吃得很健康，要不然其实益生菌都是可以每天补充。22000哦，这个现在是最后一题喽。最后一题真的不算高，再拼一把，好不好？来，请出题。你容易起鸡皮疙瘩吗？请问，根据研究指出，容易起鸡皮疙瘩的人会更倾向哪种性格 ？A. 胆小 B. 悲观 C. 感性。请作答。好 ，A、B、C 都有。我自己是觉得，请讨论。这个容易起鸡皮疙瘩，就是他情绪比较丰富啦，是比较感性的。对，然后我问 A， 选 A 的。还是我觉得胆小。胆小，我有一点对，因为胆小的人容易受惊嘛，然后受惊之后，可能你的血管就会突然缩起来，然后就会起鸡皮疙瘩这样。但不一定要参考我的。对。因为感觉悲观的人好像比较就容易那个皮肤比较敏感，然后就容易有那样子一颗一颗的。好，要违反直觉，所以我们选 C。来，选择 C， 感性，容易起鸡皮疙瘩。聪聪哥会常起鸡皮疙瘩吧？我偶尔，我尤其是我会选感性，主要就是因为我只要想到特别难过，或是我特别印象深刻、很感人的画面，或是故事情境。唰就来了，或者是听那个演唱会唱的某种歌，对，鸡皮疙瘩会起来，好听到起鸡皮疙瘩，好听到这样，反倒是被看恐怖片，我好像没什么起过，我会被吓到鸡皮疙瘩，我们是会起魔坏啊，起魔坏，旁边有人叫或干嘛，还有被那个鬼突然就是那个吓到，就是这样子，一把火会起鸡皮。对，来选择 C， 感性对或错。恭喜答对啊！赞赞赞！其实呢，除了温度有时候很冷会起鸡皮疙瘩之外呢，感受上面会起鸡皮疙瘩，最重要就是你是一个感性的人哦。科学家直接选了一些容易让你起鸡皮疙瘩的音乐，像是那种哇，有时候你听到那种就是演奏，你会觉得好感人哦。结果发现呢，有形容自己起鸡皮疙瘩的人，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人格，像是想象力，然后经常会看清楚自己现在感受，很容易内省的人。对，所以像这些人呢，他们都可以用他们身体说啊，我会起鸡皮
皮疙瘩，来认识自己，更知道自己是一个感性、充满好奇心的人。好不容易过关了，我就起鸡皮疙瘩。哦，现在就已经有大脸见证，好感性啊，小鹏哥。没有，我想应该没那么烂过吧。没有10道题目，3万块是普通烂了，不是成人普通烂。最后有救起来了，因为你就2万9就提升到3万块。好，凑个整数，凑整数3万，我破3。下一个回合只有1个人可以挑战3万块，然后争取到下面一回合，进行下一回合，唯我独拿。请向你讲规则。这回合呢，用听的听题目，赶快抢答。答对的话，1题是半张淘汰卡，累计2题呢，就有1张完整淘汰卡。这个时候就要残忍的选择你要淘汰哪一位队友啦。只有最后留下的那一位才可以前往第3回合的挑战。对，请出题。富含色氨酸而被称为快乐食物的水果是榴莲还是？请说，来吗？香蕉。香蕉，对或错？你都没有听到香蕉，你选香蕉？其实是香蕉皮。对，是果然是性学大师啊！对，所以他心中只有想到香蕉。他想说，不会是榴莲吗？怎么已经暗了？这题目都还没出，榴莲还是想香蕉了。超强的，因为呢，香蕉成分。下面一题它也是香蕉。对，每一题都是香蕉。喂，香蕉有个成分可以帮助大脑制造血清素，然后缓解你忧虑，所以你忧虑的时候可以吃香蕉皮吗？打香蕉皮还是怎么做？营养师叫我们煮香蕉水啊。对，香蕉皮的水是香蕉皮的水，对，它那个成分其实在香蕉皮里。果然是。对，厉害，半张。来半张，下面一题它也是香蕉。什么都是香蕉。下面一题请出题。请问，主要负责食物消化跟吸收营养的人体器官是大肠还是？请说。小肠。小肠，对或错？恭喜答对。其实肠呢，小肠、大肠的功能是不太一样的。小肠是食物的消化跟吸收在这边，水对不对？对，大肠是这样子，已经把一些小肠的东西再推到大肠的时候呢，它是接着再吸收水跟电解质，然后最后不要了才可以形成你的便便。来，请出题。牛肚好好吃，请问我们平时所吃的牛肚其实是牛的？不是。胃，对或错？应该是要问这个吧？恭喜答对。刚刚的题目是横膈膜还是胃？答案是胃。其实牛呢，它是反刍动物，它有4个胃。那我们常吃到牛肚是它的第2个胃，叫做网胃，里面是蜂，就是很像蜂窝状的。所以你吃的时候像网状啊。对，所以它也叫做蜂巢肚，就是牛肚的意思。是1张卡了。哇，你是第1个要淘汰。恭喜许兰芳有第1张淘汰卡。请问您现在要淘汰的是？我要淘汰的是赖医师。赖姓。因为他半张卡片了，没有，因为队员。什么？邻居有感情了，是不是？赖医师，请休息。居然败在最远，我就放心了。对，第一个我没有威胁性，第2个我也算近吧。对，多谢不杀之恩呐。来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古文中“不惑之年”指不会感到迷惑的年龄，是指几？童哥，请说。40胜于雄辩。40不惑，对或错？恭喜答对。30而立，40而不惑，50知天命，60耳顺，70呢？从心所欲不逾矩。所以只要你都知道这些哪些，40就是不迷惑啦。来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请问，在中医所说的5脏6腑中，6腑之一包含肾脏还是膀胱？许兰芳。肾脏吧。肾脏对或错？错。可惜答对，可惜答错了，对不起。这题呢是院长不在，不然的话你会知道膀胱哈。膀胱。《黄帝内经》记载5脏是哪5脏？肝、心、脾、肺、肾。那6腑是胆、小肠、胃、大肠、膀胱跟三焦。三焦神经。三焦在哪里啊？
交感神经吗？膜，就我们里面的那个 fascia 就是筋膜，在哪里？它包挂的整个腹腔都是三焦的概念。对，三焦神经，所以你肠道要养好，人才不会老。对，没错，真的肠道。但膀胱也是一个腑哦。膀胱也是个腑，这个腑的意思就是一个容器，它只有一个出口跟一个入口，它就是一个容器。对。所以呢，有人说上厕所大便不是要上很久，对，有时候好的厉害，你有大便进去，比小便还快，你永远不会长痔疮。对，就是都顺顺的。顺水啊，对啊。对。来，下面一题啊，请出题。植物吸收光产生氧气的过程被称为什么？请说 ，Kiki。光合作用。对或错？恭喜答对，当然就是光合作用啦，是植物藻类细菌透过阳光，然后跟水，然后把水跟二氧化碳这个再转换成有机物，释放氧气，这个过程光合作用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在日本观光景点经常看到“风吕”二字，请问“风吕”指的是？南方。洗澡。洗澡。泡澡。泡澡，对或错？恭喜答对，厕所还是澡堂？当然是澡堂啊。其实风代表水蒸气，吕代表很深的房间。那其实风吕加在一起就是日式澡堂，后来才延伸为泡汤的地方。他们有时候泡汤在户外。对。来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英文常用 “take it easy”， 请问是指放松休息？来，放轻松。对或错？恭喜答对，其实刚刚是选择题是说放松休息还是随便应付？这边呢当然是 take it easy relax 的意思。那随便应付怎么讲？随便应付就是not serious， 就是 whatever 那种感觉，那是一个 attitude， 没有办法直接 translate。好，没有办法直接翻译。对，了解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不开心就吃甜点，请问？长期吃甜食的人会更容易忧郁，还是更乐观？我是忧郁。忧郁对或错？恭喜答对。有的时候我们想要一些安慰性的食物，我们吃甜的，一下会觉得好很多，因为你的脑中会有多巴胺。可是你长期一直吃呢，其实是会增加忧郁的几率的，因为里面有可能有咖啡因、糖加工全部混在一起，所以垃圾食物。酒精、手摇、油炸这些短暂的开心，长期吃的话会付出健康代价的，听到没有？对，因为其实多巴胺，我们大家都会说它是快乐荷尔蒙，可是其实对我来说，它是一个期待的荷尔蒙。就是你吃了这个东西，它会完结这个期待，但是你会更去找下一个东西，所以其实多巴胺对我们来说，你不会快乐。你只会更去期待下一次。是期待而来的。对我来说是这样，就针对他的解释就是会依赖或成瘾。对，但是如果真的要快乐的话，就是像脑内啡那种比较长期经过运动之后，经过一部分的艰难之后，你获得的那种快乐，那个才会是满足的快乐。了解。来，有一张卡。哇，你已经是第2张淘汰卡嘞。请问许兰芳博士，你要淘汰的是？我要淘汰的是就 Kiki 好，又是一个比较远吧？对，我想说，是不是紧张？好 ，Kiki 请下去休息。是远攻近郊。真的？那你们现在一样的，现在条件一样的，大家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根据美国调查。比较可以让 Z 世代感到幸福的事情是赚钱还是睡饱？睡饱。对或错？恭喜答对。Z 世代呢，他们幸福感是自我价值，他们把自己放在比较前面，自己要舒服，其他的没有那么重要。所以你只要没睡饱就会不舒服，赚再多钱他们都不 care， 所以他们很 care， 一定要睡饱。来，苏子仁有一张卡。哇！要看看淘汰哪一位？苏子仁，你拥有淘汰卡，请问你现在要淘汰的是？我要淘汰的是聪哥。
一定是他，因为还有祭典了哦，来方博士已经有而且许博士自己有祭哦典，他如果待会再答错的就自就自己爆。淘汰了。聪哥离我比较远，谢谢总统，谢谢总统。先从最远的开始。现在你占有优势，是他有个祭典。好，哦，你们从没有卡开始了，请出题。运动的好处很多。WHO 建议成年人1周应该至少运动90分钟，还是150分钟？许兰芳150分钟。对或错？恭喜答对，就是150分钟哦。其实每周90分钟是不够的，成年人呢每周要150分钟，而且这个不是很轻度的，要中度的才有它的效用。嗯，好，接下来是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请问使用 ATM 领钱时，机器会先吐出现金，还是吐出提款卡？主持人现金。对或错？可惜答错了。ATM 一定是先退卡的啊，你先把卡片拿走，对你才会再拿钱。因为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人会拿了钱之后，你反而忘了卡，所以它这个设计过的一定是先涂卡，先退出提款卡，再给你现金，你现在两个都都用手还会拿到。机支付，很少去领钱。好哎呀，没关系，你跟他一样记个点，还没说哦。对，请出题。 Brunch 是早午餐的意思，请问 brunch 这个词是由哪2个英文单字组合？许兰芳 breakfast 跟 lunch。啊 Breakfast and lunch， 早餐跟午餐。我听得懂，好不好 I'm just hoping。 ？Too loud， 你听太小声了。Breakfast and lunch， 对或错？ 恭喜答对了、brunch 就是 breakfast and lunch 各取一个部分。嗯，恭喜许兰芳恭喜恭喜博士！接下来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。恭喜许兰芳啊，可以有这张提款卡，奖金是3万块啊！来，请插卡，金库请打开。要挑战3万块，必须先经过2道密码的考验，请出示2道密码。 2道密码呢，分别是总笔画38画，女人40会怎样？或是总笔画59画，用心取悦另一半。视死如狼，我选久旱甘霖，我不可以，风华绝代，风情万之绰种。约，对啊，风想象情万好难种，对。对啊，然后用心取悦另外一半呢，59画，哎，因为感觉它比较多话，我可能不会写。你说一下差了21画，对啊对，所以你有选择3而且八，我也觉得我不喜欢用心取悦，又想取悦我自己。用心取悦另外一半是另外一半取悦你啊，但彼此啊，对啊对啊，埋头苦干，什么啦？哦，不然怎么哎呦，啊？聘鸡司晨哦，聘鸡司晨，你又要讲出一些有的没的，对的，精尽人亡，好辛苦哦，弹尽粮绝之类。公的螳螂嘛。那你所以选38画。对，女人38 40话。好，请锁定女人40会怎样？请38画，请锁定。对，谁会去选那59那画？搞不好简单呐，哪有简单？可能59画，来听过用心取悦另外到底是哪4个字？请看，殚精竭虑，哦，这好难哦的。笔画多啦。女人40会怎样？请出题。虎视眈眈哦，，太简单了吧？简单1分钟计时开始，3万块。几画呀？是虎视不难啊，眈眈可能难一点，单，但写会1个字也等于2个字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
惜。哇，困在这里了。卡住了。还有20秒。那也是18了，不能讲。停，几秒？55秒。密码08121818。对或错？这个是瞻仰的瞻，对不对？瞻了。虎视眈眈。瞻了。对对，一定错。那你再改一次哦，最后一次了，再计时开始。一定会一样。来，停，时间都到了哈。嗯，你看多两化了吧？密码08121010。对或错？可惜。可能是0909。对，因为他刚刚就是看着你，你刚刚有尝试要写木，对不对？对，木的那个部首。来看这几个。哦，就是应该是0909，你就1010就已经错了。部首的问题。即使你密码写对了，字写错还是可以的，你知道吗？可惜。这叫虎视眈眈。来，谢谢。谢谢。来，我回。好可惜啊，你第一遍写对的。对，因为写完之后发现它好像不像字，而且你是在讲说是，对不对？你就想说有个木，对啊，哎，虎视眈眈一定是看着你用看的嘛，像老虎看到猎物一样。对对对，来，谢谢所有来宾，谢谢大家，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， 把智慧变现，谢谢。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？ 哦，拜托 ATM， 谁敢来 battle？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